江金山忙道：小雅，你尽管说就是，万事自有师傅替你做主。有秦玄雅目光看向了外围的李长寿，刚要有些起伏的情绪莫名就平稳了下来。他先叹了一口气，从他们5名弟子刚分头行动开始缓缓讲述，事无巨细一并告知，从午后讲到了黄昏，从黄昏又说到了漫天星辰。唉，这毒姐咋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说呢？李长寿心底吐槽了一句，悄悄去稍远的地方打坐调息，也听到了有秦玄雅大概的经历。在久久被困之后，袁清并未直接对有秦玄雅偷袭，而是先招来了一伙恶贼袭杀2个人，想搞英雄救美的名堂。结果呢，有秦玄雅这个美比袁清这个英雄强了不少，让袁清的处境异常的尴尬。然后这袁清又改了策略，让同伙不断地对2个人施压，营造出绝境的氛围，而后趁势对有秦玄雅表达心意。然而有秦玄雅在面对绝境时，依然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袁清的与子同学共赴来世的告白。软招频频失策，袁清最后是恼羞成怒，撕破面皮要用情蛊来控制有秦玄雅，却被有秦玄雅找到机会挪移宝符逃走了。刚巧遇到了李长寿，被李长寿第1次救下。伤势恢复之后，有秦玄雅想要绕路回到乱帐宝林，走了几日却发现自己不小心迷路了，又倒霉催的被袁清一伙人给发现了踪迹，只得大战一场。这一次又是李长寿及时路过，在李长寿的指点之下，有秦玄雅将那些人引到了一处厉害的毒物巢穴旁，最后那伙人被毒物给毒死，有秦玄雅则亲手杀了袁清。听有秦玄雅讲这些的时候，李长寿也是忍不住在心底感慨，这个袁清机会这么多，自己不中用啊。略微替宇文灵这些袁清的手下感到不值。待有秦玄雅讲完了此行的经历，道道视线落在了李长寿的身上。江金山自带有秦玄雅过来，师徒2人对李长寿郑重道谢，并说回门派以后更有重谢奉上。李长寿则是有些拘谨地说不用了。怕李长寿言语出错，齐元道长及时赶过来，眉开眼笑地接下了这一波感谢。场中唯有袁清的师傅林七此时最为尴尬了。是贫道收徒失了眼力，回山之后便去领罚。九屋劝道：那袁清筹谋颇深，入门时本就心术不正，师弟你也是在上次开山大典时直接收的徒弟，这怪不到师弟身上。林七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，不再多说什么。有关有秦玄雅杀了袁清之事，虽然有秦玄雅占了情理2字，但依然是杀了同门师兄，依然是要受门规惩处。惩处的力度非常微小，大概只是在山中闭门思过个几年。九屋也勉励了李长寿几句，言说回山之后，门内对李长寿定有奖赏，该给李长寿的奖励绝对不会吝啬。他们一行人并未一同回返渡仙门，齐元带着李长寿与刘彦儿、王琦这2对师徒一同在后面慢慢赶路，其他人则是全速赶回渡仙门，受罚的受罚，请罪的请罪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着急，全因江金山催促。有秦玄雅的这位师傅可不是简单人物，他自身就是掌门弟子，在门内地位颇高，修为精湛，法宝众多，更有一位相敬如宾的道侣，那也是一位天仙境的高手。北周之事虽然已经落幕，但江金山如何能让自己的弟子平白受这些委屈呢？启程之前，江金山就直接传言给自家道侣，让他找来几位闲来无事的同门，待他回山之后立刻赶往南州，定要将那个袁清背后的世俗势力连根拔起，不留后患。回山的一路风平浪静，毫无波澜。就是路上时，李长寿只要听到刘燕儿
满是柔情的呼喊琪琪师弟，总是禁不住打冷颤。这文化差异呀，哎呀呀！夜间的小琼峰安安静静，一朵白云停在半空，李长寿从上飘了下来，奇缘道长则是满面春风，踩着云飘向了其他峰头。师傅刚才接到了刘燕儿师傅的邀请，过去喝个小酒，聚个小餐。穿过自己亲手布置的隔绝大阵，踩到了熟悉的草地，李长寿满是舒服地呼了一口气。啊，安稳了。师兄！侧旁传来了开心的呼喊声。李长寿扭头看去，却见师妹的草屋周围有着青色毫光闪烁。那座隔绝外部探查的小阵法从里面打开了一条缝隙，声音就是从这条缝隙中传出来的。又听哗哗的水声响个不停，林和在那儿开心的一阵呼喊：师兄，你回来了！你受伤了吗？之前怎么了？怎么晚了这么久？话音未落，一道曼妙的倩影已经从草屋中冲了出来。她浑身上下只是裹着一床薄被，窈窕身段十分迷人，长发湿漉漉的，吹弹可破的肌肤也沾着清水。她却不管这些，见到李长寿之后开心的乱跳。她刚进木桶不久，刚刚正沐浴，此刻或许是洗澡洗到了眼睛中，那双杏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，张开手臂就扑了过来。李长寿本能的想躲，但是见到林和那双满是委屈的眸子，心底叹了一声，站在原地负手而立，任由师妹撞到自己怀中。臭师兄，你吓死我了！一直不回来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？林娥的喊声禁不住带上了少许哭腔，又略微哽咽起来。但他正要哭出来时，一只大手却轻轻地揉了揉他的脑袋。林和仰头看着，目光中有亮光闪动，小嘴也忍不住扁了起来。哦，对了，师傅他……林娥顿时反应过来，还以为师傅也跟着师兄一同回来了，轻呼一声，急忙转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回了草屋中，裹着被子砸入大木桶，躲在水中不敢冒头。之前那般模样被师兄看到自然没事，如何能被师兄之外的男子看到呢？师傅也是不行的呀。临时向外探查，林和满是疑惑地把脑袋钻出水面。李长寿的嗓音从外面飘了过来：师傅他去其他山峰赴宴了，我先歇息一阵，寅时再来找你问这次历练之事。言罢，顺手将他草屋周遭的阵法再次开启，李长寿飘然回了自己的屋舍。木桶中，林娥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薄被，脸蛋泛起了一抹红晕。切，臭师兄！他嘀咕一声，脑袋慢慢地沉了下去，在水面留下了一连串的气泡。齐元喝酒喝到半夜才回返小琼峰。李长寿已经7、8年没有看到师傅如此开心了，师傅走路时都会哼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小调。路过李长寿门外时，齐元喊了一声：长寿啊，在修行吗？回师傅，弟子在歇息，今日放缓心神，准备明日再修行。正在草床上闭目打坐的李长寿睁眼应了一句，刚要起身去开门，就听师傅笑道：歇息歇息吧，为师也要继续闭关了。这次你做得不错，用遁法救下了破天峰的有情玄雅师侄，此事当真给咱们小琼峰增光添彩。不过也不可因此就沾沾自喜，万事当以修行为主，切莫变本加厉地琢磨遁法，自身道境才是根本。
弟子明白。啊，好好稳固境界，修行不可操之过急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才有可能度过几大玄关。你歇息吧，啊，为师闭关去了。哦，灵娥这几日也是为你牵肠挂肚，颇为憔悴，记得明日多安慰她几句啊。是，师父。李长寿温声答应了下来。齐元笑了2声，哼起小调，迈步回了自己的草屋，开启了周遭几道阵法。闭关修行还是要安静一些，隔音类的阵法与警戒类的阵法必不可少。李长寿看了一眼储物法器中的那些玉盒，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再准备一些时日，建好自己的心念已久的丹房，就可以开炉炼制容仙丹了。只要成功炼制容仙丹，且说服师傅渡劫时拿在身旁备用，面对天劫，师傅能够活下来的概率就能达到90%。成仙天劫对于想要长生的后天生灵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和磨难。天雷一落，生死两判。自古渡劫求仙之人，谁都不敢说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而师父早年因为一次受伤，道基有损，自身的修为本就不太稳固，神魂之力更是比其他的普通归道9阶的修士弱了1倍。若不去想其他办法，师父面对天劫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而师父呢，偏偏迫切的想要渡劫成仙。齐元不只是他跟灵河的师父，还是小琼峰这一带的峰主，是渡仙门众峰之中唯一一个没有成仙的峰主。长老峰主议事根本就不会通知到小琼峰上。横向对比，晚师父入门几年的99师叔，此时已经是真仙了，远远将师父抛在身后。成仙前，人族炼气士寿元无法超过3000年，这是大道定数。齐元其实最少还能活个几百上千年。可是李长寿知道，师父并不想压制境界，更不想等到寿元不够时再去搏一把能否成仙。李长寿有时甚至能够感觉到，师父已经有了在天劫之下求死的念头，想以必死之心去搏自己的一线生机。这听起来挺热血的，但是师父这般想法在李长寿看来既顽固又愚笨，所以才有了李长寿15年的暗中准备。所以李长寿才会第一次违背自己的原则，离开山门庇护，去了北距泸州。又在发现仙节草之后，稍作思量，就冒险算计了3经碧波蛇与宇文灵等人。李长寿准备的筑师渡劫第一套方案，核心就是用仙节草炼制成容仙丹。师父渡劫时，只要能够扛得住第一道天劫，自身产生第一缕仙灵气息，就可以直接吞服容仙丹，借容仙丹假死并开启冰解，从而躲过后续的天劫。仙人若渡劫失败，冰解后可以化作浊仙。这浊仙呢，虽然修为和神通远远不如正常的元仙，但是寿元相同了，且能够继续向上修行。根据古籍所记载，浊仙最高只能修行到真仙境，故又被称之为地仙道，用以跟天仙道区分。这第一套方案中，李长寿甚至把师父的老年生活都规划好了，化身地仙，积累几百年修为，去此时刚刚起步急需人手的天庭混一个闲职，当一个小地方的土地公啊，或者什么山神河神啊，只要稍微想点香火，寿元就能比普通的真仙长不少。要是师父再干出一点成绩，得了天庭给的功绩之类的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跟一些天仙比命长。顺便师父去天庭积累积累人脉，等他和师妹准备充分了，也能去天庭混一个闲职，在未来3界管理机构中混一个元老的资历，然后安心养老。完美的规划。炼制此丹倒也不算繁琐，若能够请99师叔这种真仙帮忙，
多准备几份材料，总归是能炼制出来的。但是师傅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宗门炼器师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想要劝服他用这个法子活命，当真是比寻找仙节草还要有难度啊。不过为人弟子就要承担这份因果，这是躲不开的责任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只能连哄带骗，给荣仙丹包一个糖皮儿，说是救命仙丹喽。念及于此，李长寿露出了少许的微笑。窗外虫鸣声中，他开始回忆自己这次外出的经历，检讨着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对付原先的手段不太够，处理起来也不够迅速。剪纸成人还有改进之处，做出来的分身始终做不到以假乱真。五行遁法转换的时候还有些迟钝，自己进入那棵老柏树根部的时候，在土中暴露了一些波动。自我检讨了一阵，后面也有的是时间弥补这些不足。毕竟李长寿现在也没有了必须外出之事，在山中老老实实修行就好了。至于自己的天劫，他倒是不急，自身没有99%的把握，他绝对不会迈出这一步。草屋的木墙被石子砸了一下，李长寿掐指推算，发现不知不觉的已经过了寅时。起身，李长寿迈步出了草屋，朝着隔壁师妹的住所漫步而去。师妹入门的这10年间，无论是教学、补课、人生指导，大多都是发生在寅时。到了草屋前，李长寿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木门自行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他也就推门走了进去。粉色的帷幔扑面而来，脚下的地毯也换成了粉色的品样。在那半透明的屏风之后，熟悉的倩影媚朝内斜躺在床榻上，身上的纱裙让一些美景若隐若现。最难得的是朦胧镜，挠人心神莫下流。然而李长寿却是看都没看两眼，径直坐在了正屋主座上。别装睡了，这么文静的睡姿不适合睡着后的你。